不是我小气，是我怕给主父先生惹麻烦。你当这肉人人都吃的吗？啊？哎，你吃的我就吃不得。来，说肉这啊？嗨，放心，皇上要来，我来对付。我正有些治国大计要跟皇上讲呢。皇上的赏肉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已经成仙了。放肆，大胆！随我即刻进宫，皇上召你。哎，这肉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他，你也得带走啊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微臣愚钝，今天又犯了罪过，现在后悔莫及，特奉旨前来请罪。你说你还知罪啊？是饱读诗书之人，怎么偷别人的肉呢？你说说，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？陛下，那肉本来是想，若皇上不责，就吃掉；若皇上责备，就退还皇上。朕当然要责你，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、没规没矩的。朕还要罚你，退回来，退回来。那肉呢？报皇上，肉已经没了。没了。那你跟朕说说，哪儿去了？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？回陛下，没进狗肚子，鹿跑进了2位高人的胃宫里升天了。什么高人？啊，一位就是皇上赐号会吹牛的东方朔，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，就站在那里。草民主父偃，恭请陛下圣安。臣有重大施政建议要向天子面陈。私自割肉的下去吧。谢陛下。坐。东方朔，微臣在。你听好了，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，朕倒也罢了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那肉可要给朕退回来。在下深知陛下目前处境艰难，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，既要有为，就要有所不为。那依主父先生看来，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世上除了皇上，还有另一无形主宰，那就是舆论，是无冕之王。舆论，无冕之王。圣人讲，治国必先治人心，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？那就是舆论，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？什么人？就是太皇太后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。天下的舆论，实际上都是随着那么几支笔杆子走的。著书立说，传播道义，因势利导，终成气候。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，就会被淮南王刘安那样的人掌握控制。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，难道还不够深刻吗？有道理。是啊，当初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，给朕极大的启迪。
如今主父先生的一席话，让朕听了呢，也颇有些道理。这样吧，你主父也就替朕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。哎，也没什么正事儿，无非就是陪着朕呢，喝喝酒，聊聊天儿，谈天说地，打发时光罢了。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？皇上近来很高兴，召集了一批文士吟诗作赋，调皮扯淡，喝酒玩游戏。那你看见王太后去找过他吗？没见过。那皇上狩猎的时候，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？皇上外出游猎，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，自带吃食，借宿民家，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。听着皇上图逍遥，我也很高兴。好，你呀，就再给我盯紧着点儿。诺。陛下，陛下，臣来请示陛下，下午的围猎是否照常安排？陛下如果感觉不适的话，臣可以不，照常安排。臣领旨。上林苑是朕养气的好地方，10年养气，养骨气、义气、勇气、和气，养浩然正气。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。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啊！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马？臣属下只有800精骑。当年晁错讲过，没有常胜之兵，只有常胜之将。如果从你的800骑中，将来能够历练出100名将军的话，那就足以抵上80万骑。80万骑。是啊，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。朕让你把羽林卫队办成一个军官学校，把狩猎当作作战，每名郎官军士轮流指挥，这样用不了几年。1胜2， 2胜3， 3胜无穷。你懂朕的意思吗？懂了。外界大单于，汉使来了。倒酒，让他进来。汉使进帐。大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。好酒，这酒错是啊。送给点儿。哎，也是啊，喝。哎，倒酒啊！以后
求你们多送点这个酒。是啊，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啊？那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汉室天下从来就有大皇帝，当今在位的皇帝乃是孝景帝之子，大单于胭脂的胞弟也。汉使见谅。本单于听说，如今汉朝的一切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。年轻的皇帝是个喜爱四处游逛的大顽童，真是这样的吗？本朝皇帝极为睿智，他继位时的确很年轻，所以我皇帝在国策方面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，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。那么，你们的皇帝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是的，当今我皇帝初即位，特派使臣来向大单于重申坚持和亲之政策，并以厚礼相赠，与长城下开通关市，通商往来。本使臣携精米5000斛，佳酿万担，以示和平诚意。是啊，是啊。你带来的酒，我们已经喝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觉得汉朝皇帝送来的酒味道如何呀？哎，这酒不错，好酒，好酒，来，吃啊，多供来啊！吃啊，还不错，哎，多送点来，对，我干了啊！来，一起干一碗！来，中行月，你是汉人，你觉得这汉朝送来的酒怎么样啊？美酒为毒，酒忌多饮，过于三伤，醉绪生乱呐。哦，那汉朝送来的精米还有丝绸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此为汉朝皇帝送给大单于本人的礼服穿戴，锦绣起衣、绣夹长襦、锦夹袍各一件，黄金式的宽衣带一件，碧玺饰品一双，还有……行了，你过来，你们俩都给我过来！你们俩把它给我穿上，穿上！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要不然让他去换衣服啊？换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喝酒。哎，你们看呐！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跑上一圈，快去！中行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卖身投靠、背弃祖宗的家伙！哎呀！
回来了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烂布头。这就是你送给我们大单于的衣服啊，大单于，这就是送给您的衣裳。这就是汉朝的丝绸，它怎比得上我匈奴的毡衣皮革，毛裘坚固温暖，利于作战？汉朝的精米素粮，又怎比得上我匈奴的乳汁奶酪、鲜羊牛肉，鲜美滋补？大单于，我匈奴论人数，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。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都和汉人不同。如果我匈奴改变了生活习俗，专是模仿汉朝的东西，这样发展下去，用不了几年，汉人的衣食文化就会大量进入匈奴。汉人的美酒美食会腐蚀我们的心态，我匈奴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败呀！大单于。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。大单于，奴才的意思是，我大匈奴在汉朝的美酒丝绸精米面前不可失志。至于汉朝每年的供奉，一点都不能少，还要尽善尽美。哼，如果不给，到了秋收马肥时，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，打得你们汉朝人非给我们匈奴人进贡不可。哼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要娶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。大单于，您与我们的先帝已经立约和亲，违反此项条约者当处死。可是现在中行月当着汉使的面，公然发表背约好战的言论，破坏目前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。请问这位中行月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你们汉朝的中行先生本是汉宫中的太监，因事得罪了当时的窦皇后，文皇帝就派他随和亲公主一同陪嫁到了匈奴。他离开你们汉时立下一个誓言，此生必要帮助大匈奴灭汉，以报此仇。好了，也请汉使臣转达我对新皇帝的问候。送客，请。大单于对他们汉朝来使也太客气了。就是嘛，是的，为什么这么对他？我们的大单于一向不是这样的。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？是嘛？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，我们的大单于才是高陵群山的雄鹰啊！臣出使前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还有皇上亲自说话，均要求臣务必转达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，尤其是皇上亲自折柳送臣之坝上。这么多年了，彻儿已经长大了吧？他现在当了皇上，出落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么重的担子，他担得起来吗？如今皇上威武雄壮，才智高启，在上林苑打猎，曾单人手持白刃，力夺黑熊啊！请起吧。这人的事我也听说了些，请汉使回宫务必代我转告他，不要任性，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。为人君者，当能宽忍大量。
来日的路还长着呢。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。哎呦，我们的脱缰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！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？怎么样啊？练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？孙儿无能，那冶炼金刚的窍门，孙儿始终没有找到。是啊，这人世间做任何事都要找着窍门，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。谢奶奶教诲。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，其实那冶炼金刚的技术，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，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。对西域，老身也是耳闻不多呀。奶奶，孙儿想派一名使节去西域，代替孙儿去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。哦，这是正事儿啊，应该。可是你想派谁去呢？这凿空探险开天的事要年轻人呢。西域呀，那个地方，奶奶听说过。唉，虽然我这瞎老太太对她没兴趣，可你这做皇上的，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去睦邻安邦啊？那不就跟我这瞎老太太一样了吗？好，派吧，派就是了。孙儿谢太皇太后。陛下，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情报，特赶来向陛下请示。哦，你说关于匈奴人，聪明，你明白朕的心思，讲讲。啊，是的，陛下，匈奴危害边郡，屡杀百姓，掠夺财物，我朝廷理当给予重击。但陛下初登大位，我想还是必须坚持和亲。臣以为，为了长久之计，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来制止匈奴。朕早晚要收拾他们。卿有何良策？前不久，匈奴小王阿胡尔率部归降，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。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。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，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，一直寻机报仇，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攻击匈奴。臣以为，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月之人联络，约其共击匈奴，这样未来制服匈奴就不难了。这主意很好，朕定了。和亲之策仍旧进行，联系月支的事也同时进行。你看派谁去好？派到西域去的使臣，
陛下，须有胆识，性格坚韧，身体强壮，忠于王室。臣以为，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。好，朕就派卿去拟一份招募文告。那和亲派谁去呢？博士公孙弘可担当此任。就公孙弘了。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，跨过草原大漠，去寻找大越之国。哎，听说皇上整天在上林苑打猎，怎么突然又瞄上西域了？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？是啊，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玩的，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。是啊，能当汉使当然荣耀，只怕有去无回，比登天还难呐！哎，可不就是嘛。哟，真有人接皇榜啊！哎呦，胆子不小啊！行啊，行吧，小伙子。哎，在这儿呢！哎，有了。陛下，张骞啊！陛下，臣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，臣愿应募。哎，下来吧。哎，你们看，其实那边也有啊。你是朕身边的侍卫，你又没去过西域，你知道西域吗？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，但略知西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臣家中有一家奴，名甘夫，是胡人，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。陛下，臣年轻力壮，又粗知西域状况，绝不会有负使命。陛下为何要笑我？朕是在笑自己。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置朕的榜文于不顾，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，难得呀。臣自有追随陛下，深知陛下此举是长经远虑的宏图大计，臣愿意担当此任，不找到月之国，绝不还家。你先回去吧，朕自有主张。谢陛下。勇士们，都起来吧！照我说啊，你根本用不着挑，这里的羽林，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，骑射刀法无一不精。愿意随我出使西域的，举手。怎么，在宫中还没有待够啊？随我出去散散心，远渡天涯，横绝沙漠，纵马草原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，像你们这样的汉子，一个还不得配上3、4个呀？真的呀，真的，真是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举手的，你就留着用吧；没举手的，统统跟我走。想得到美，3、4个女人，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啊？
好，真有你的。张谦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跟韩嫣陪着朕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？怎么不记得呀？一段美好时光，陈永贞难忘。少年意气，吞吐江山，志匡社稷。你还记得，朕曾在宣室内带着你跟韩嫣射匈奴标靶。臣记得，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。朕这一辈子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送姐姐南宫公主嫁匈奴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朕才知道了什么叫痛苦。明明是匈奴在边疆烧杀掳掠我军民，父王顾及国内形势，为避免战争，不但不起兵抗日，反将亲女儿送出远嫁。临走的前天晚上，姐姐一边哭着，编着风铃飘带。朕就问姐姐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姐姐说：“若父王还能长寿，我们一家人就还会有相见的一天。”姐姐太单纯了，她还不能体会人生的艰难。朕再也不能容忍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。哼，什么和亲？朕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改变这一切。改变这一切，就从现在做起。除了军事准备之外，外交努力同样重要。张谦，朕寄希望于你。你此次出使西域，事关我大汉兴亡社稷安危。朕本想在灵台密库中找件西域的地图给你，但竟找不到一件。看来这破荒之路，只有靠你去探了。你在外要朝扬我大汉国威，凡事要有大国气度，不要让胡人小看了。臣谨记陛下重托，一定不负使命。好。陛下，奴才有事禀报。什么事啊？奴才最近听说贵戚中有些异动，提请陛下留神。你什么意思？太皇太后吩咐奴才多照看着陛下。奴才发现贵戚中一直有人算计着陛下，老在太皇太后面前挑拨离间。陛下，卑职曾向太皇太后禀报，陛下手刃黑熊，险遇不测。当时太皇太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她是真心疼爱陛下的，但是陛下经常微服私刑，有人肆意摸到规律。卑职最近听说贵戚中有人在收买民间敢死之事，卑职担心陛下。你把你知道的去告诉卫青，该注意的，朕自有安排。你不要再乱说，
怒。陛下，鬼气中有人想暗算朕。朕可偏偏就不怕他们。朕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，只不过是用了些人，非常之人。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也不想用的人，朕就用了，怎么样吧？谁要是觉得能比13岁的桑弘羊更善心算，那好啊，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财技。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更会讲笑话，朕也让他代召金门。能比司马相如强也行，朕就让他也做一篇上林赋，给朕看看。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苑来，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，也好打消疑虑。卫青，你不知道，老太太是那种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，她用的是心。在她的心里头，早就看透了朕。陛下是狗奸杨得意。陛下，朝廷里确有奸人，您还是回未央宫去吧。未央宫就安全吗？也许，这就是天命。天命？什么天命？先帝特别关照皇上，怕不是没有缘故的。丫头，你信这一套啊？娘可从来不怕这天命。芝儿这孩子，他伤了我的心。赵婉王臧是什么东西啊？女儿倒觉得，母后不必再纠缠此事了。其实皇上，他就是人大心也大。他这2年，可比早几年前历练多了。那些事啊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你呀，到底丈母娘还是向着姑爷呀？那你让女儿怎么样呢？皇上纵然有100个不是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侄儿，我女儿的丈夫，就是打断了骨头，还不连着筋呢吗？娘，无论是河间王刘德，还是淮南王刘安，更别提我那药罐子的老公，我们还能靠谁呢？娘，我就盼着这皇上在大些，成熟些，将来自然会对我们更好一些的。好吧，其实我又何尝不爱这亲孙子？只是这个坏小子太让我担忧了。我实在是怕他中了那些儒生的奸计，而不自知啊。这孩子自小桀骜不驯，那确实是个好苗子，先帝眼力不错，但还要试。只怕这孩子还是不成熟，我还要看看他。我捧淮南王，那也是想要给他树个对立面，我倒要看他怎么办。可那淮南王盯上这皇位了，听说他那女儿在京城里就像个娼妇，四处跟人乱睡，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梦。
为实现刘彻结交盟友的宏伟战略意图，张骞及其精心挑选的100多名随从人员，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。他们将穿越匈奴地域，去寻找大越之国。2000多年后，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把这次出使的这支小分队视作开拓西域、建立连通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发端。但是，当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长安城，走向绝域，即将开始长达10多年的苦难征程时，发起这次远行的汉武帝刘彻，当时却根本不知道，张骞一行是否还真的能够回来。